在臭名昭著的毒品界，有一个令无数瘾君子为之疯狂的品牌——双狮地球牌4号海洛因。依靠着精湛的制作工艺与极高的纯度，双狮地球牌海洛因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霸占了整个全球高端海洛因市场。其商标上用汉字标注的第一放假冒与纯净100%，总会令欧美客户误认为这是来自中国的品牌。但实际上，禁毒大国中国不可能是双狮地球牌的原产国。这个史上最知名的毒品品牌背后，则是缅北与金三角地区的一段疯狂往事。金三角与毒品的故事，要从一直流窜到东南亚的国民党军队讲起。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全面溃败已成定局。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规模庞大的国民党军队虽大半被消灭，但是有许多边缘武装势力在溃逃途中外溢到了中国周边国家内部。其中的一支就是从淮海战场败退的李弥第8军下属的709团。709团由李弥手下李国辉率领，他们在淮海战役结束后一溃千里，先转进四川，又随着解放军的攻势继续退往云南。在云南解放后无处可去的李国辉团只得捏着鼻子继续南下，前往缅甸密林中寻求一线生机。这支败退入境的小部队很快被缅甸政府发现，刚刚独立的缅甸政府此时正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集结起数万人的军队，准备围剿这支人数仅1000人的国民党残军。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些解放军面前的土鸡瓦犬在此时突然化身天兵天将，连李国辉自己都没有想到，屡战屡败的709团不仅在缺乏补给的环境下顶住了缅军的进攻，还因缴获缅军大量武器越打越强。残军的神勇表现不仅震惊了缅甸政府，同时也震惊了刚刚败退台湾惊魂未定的蒋介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部下如此能打，让蒋介石再次萌生了反攻大陆的希望。他立即致电李国辉，要求他们在缅甸境内就地驻扎，台湾当局将尽全力为其保证供给，争取将缅北建立为反攻基地，以实现其有朝一日重回大陆的梦想。蒋介石的点子虽然反动，但实事求是的讲，他选对了地方。李国辉部活动的缅北善邦与克钦两地，不仅因历史上是中国故土，而生活着大量认同中原文化的原住民，同时因其在重重深山中，复杂的地形也令此处易守难攻，极其适合成为一片反攻基地。于是得到国民党中央大力支援的李国辉部从台湾迎回了他们的老上司第8军军长李弥。在李弥的带领下，缅北的国民党残军建立军校，修建机场，并大量招募当地居民加入所谓的云南省反共救国军。在50年代，云南省反共救国军多次渗透进新中国境内进行入侵与破坏活动，同时也多次击败了缅甸政府军的围剿。蒋介石的复国梦想看起来还真走上了正轨。然而，随着缅北国军的逐渐壮大，缅甸政府也意识到了这已经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于是，缅甸一方面向美国哭诉，逼迫蒋介石减少对缅北国军的投资；另一方面则求助新中国，希望解放军能彻底消灭这支图谋不轨的残军。缅甸的种种做法最终奏了效。1961年，蒋介石终于意识到以缅北一语对抗中国大陆是以卵击石，终于决定将残军从此地全员撤出。然而，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离开了东南亚密林，可是残军在这10几年间建立的社会制度与各种设施却已经深深扎根于缅北的社会当中。残军的离去并非故事的结束，而是如同潘多拉魔盒一般，放出了一段更加混乱的往事。虽然蒋介石在1961年下定决心从东南亚撤出所有国军，然而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之后，缅北国军已经不再是一支由原国民党老兵组成的部队。在多轮招募之后，这支部队中有大量来自滇缅边境的当地居民。同时，除国民党军队之外，缅甸政府为对抗占据缅北的国民党军队，也组织了许多完全由缅北少数民族构成的民团武装。以缅北人构成的国军新部队自然不属于蒋介石征召回台的序列。而在缅北国军撤出以后，当地武装民团也不想被缅甸政府兔死狗烹。这两支有如丧家之犬一样的势力，最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国民党离开之后缅北地区事实上的统治者。此时，缅北的地方势力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出身善邦的坤沙与罗兴汉。在送走了缅北国军之后，尼温政府要求当地民团自行解散。
这些地头蛇当然不接受这种鸟尽弓藏的做法，因此他们调转枪口，开始联合没有撤离的国民党势力，共同对付希望彻底控制缅北的缅甸政府。而国民党军队在离开之前，已经为这些民团首领留下了完整的社会组织，依托着缅北残军的遗产。罗兴汉与坤沙等人不仅顶住了缅甸政府的围剿，还因地制宜，利用缅北独特的水热条件，大肆种植毒品。在没有了国民党的参与之后，毒品问题与地方割据都成了缅甸的内政。然而，同国民党残军合流的缅北地方民团，在事实上依然保持着等同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于是，他们一面利用缅北多山地形不断打击政府军，另一面通过毒品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大肆购买军火，扩充军队。自国军离开的60年代开始，以缅北民团起家的毒品势力逐渐崛起，并最终发展为一支扰动世界的力量。来自毒品贸易的大量资金，令坤沙这些曾经的民团首领快速转变为足以搅动缅甸局势的武装军阀。在获得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之后，坤沙等人已经不满足于缅北一隅。他在完全获得了善邦与克钦两地之后，开始向缅甸东部的老挝与泰国挺进。泰缅老三国交界处的自然环境同缅北类似，地形复杂且水热条件适合罂粟生长，同时两国政府也没有比缅甸政府强到哪里去，因此坤沙的扩张计划非常顺利。最终，一个横跨泰缅老三国的毒品王国被建立了起来。因坤沙的毒品贸易日进斗金，且其控制的领土形状类似一个三角形，因此此地获得了金三角的称号。当时间来到80年代，金三角的毒品产量已经占到全世界毒品产量的60%，且坤沙本人注重技术发展，金三角内部建立起了大量其他毒品种植区所没有的提炼中心。因此，来自金三角的毒品不仅在瘾君子中大受好评，坤沙本人也依靠着掌控高端市场，获得了远超其他地区毒贩的利润。在毒品的分类中，4级是纯度最高海洛因的标号，而金三角出品的双狮地球牌就是4级海洛因中的翘楚。依靠着这个拳头产品，坤沙在80年代每年都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依靠着这笔黑钱，他在1985年整编手中的武装力量，建立起了名为孟泰军的缅甸史上最强反政府武装。坤沙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缅甸政府就拿他没办法。此时的坤沙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坐拥数万军队的大军阀，缅甸政府自然也只能干瞪眼。而坤沙如今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军阀，他认为自己建立独立王国这件事儿是时候公之于众了。1993年，他宣布善邦脱离缅甸独立，正式成立善邦共和国。此时的孟泰军人数已接近3万，坤沙有自信在缅甸政府的围剿下获胜，自己必能成为一代开国元首。然而，坤沙既忽视了外部世界对他的恶意，同时也小看了缅甸政府的决心。在几十年的毒品贸易背后，深受毒品危害的国际社会早已对金三角忍无可忍。此时，尚未沦为毒品大国的美国一直对金三角向其输出毒品颇有怨言。而缅甸之所以不对坤沙下死手，也是希望能保持国家表面上的统一。如今，坤沙主动脱离缅甸一事，完全突破了缅甸政府的下限。1994年，在美国的支持下，缅甸政府联合了被坤沙入侵过的泰国政府，共同发起了对所谓善邦共和国的围剿。在一段抵抗之后，已年过60的坤沙意识到明目张胆的独立已经不可能被缅甸政府允许，于是他最终决定缴械投降，以换取缅甸政府对其身家性命的保证。坤沙覆灭后，金三角的一代毒品王国自此谢幕。然而，金三角的故事此时在刚刚开始。在经历了缅北残军与毒品王国的统治之后，金三角地区人口大增，同时活跃在此地的人群已经习惯了所谓的富贵险中求，他们已经很难接受重新回归当初那种依靠耕作传统作物为生的时代了。而想要再次报复，最快的方法依然是回归黄赌毒产业。如今毒品已经没落，坤沙背后的残余势力最终将目光投向了赌博与黄色产业上。金三角地区在坤沙离开之后，如何进行黑色的产业转型？缅北又怎么在告别毒品之后，一步步走向电诈王国？关注历史微见，我们下期再见。